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让我们谈谈澳洲的新冠疫情情况，以及加强个人防护措施。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澳大利亚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总数约为12115913例，但这一数字可能无法准确反映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的 COVID-19 病例数。根据澳大利亚国家法定疾病监测系统 NNDSS 数据，截至今年1月10日，自疫情开始以来，已有29226病例与 COVID-19 相关的死亡。截至2025年2月16日，新冠疫情仍在影响澳大利亚，卫生部门正在密切监测病例数量和传播趋势。尽管与前几年相比，情况已有所改善，但周期性爆发和病毒新变种仍然带来挑战。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卫生部的数据，截至2025年2月6日，澳大利亚99家养老院中出现新冠活跃疫情，涉及540例活跃病例，其中包括410名居民和130名工作人员。这些数据表明，老年人群和医护及养老行业的工作人员仍然面临较高风险。不同地区的新冠疫情趋势，最近的报告显示，不同州和地区的病例数量有所不同，其中一些地区的感染率较高，例如新南威尔士州 NSW、悉尼及其周边地区报告了病例增加，原因包括室内聚集活动增加和新变种的出现。当地卫生部门鼓励居民在拥挤的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并及时接种疫苗。维多利亚州墨尔本的病例波动较大，学校和工作场所偶有爆发。维州政府继续推广加强针接种，并建议改善室内通风条件。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的传播率适中，医院和养老机构出现零星聚集性感染。西澳大利亚州 WA、珀斯过去由于严格的边境控制政策而保持较低病例数，但最近住院人数有所增加。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北领地这些地区的病例相对较少，但仍然通过肺水检测和社区监测跟踪疫情。新冠疫苗接种进展与加强针，截至2025年2月12日，在过去6个月内，18岁及以上人群已接种80万剂疫苗，而在过去12个月内共接种250万剂疫苗。尽管疫苗接种率较高，卫生专家仍然强调加强针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和一线工作人员。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 ALGI 建议每6个月接种1次加强针，以维持对重症的保护。新冠病毒变种及其影响目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新冠病毒变种的不断出现。最新的病毒株基因测序表明，其传播性较强，尽管严重程度仍在研究中。专家警告称，尽管大多数接种疫苗的人症状较轻，但基础病患者仍然面临较高的健康风险。最新变种的常见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发热和寒战、疲劳和身体疼痛、喉咙痛、呼吸急促重症病例。卫生部门建议，任何出现上述症状的人应立即进行检测，并遵守隔离规定，以防止病毒传播。新冠病毒预防措施为有效减少感染和传播风险，澳大利亚卫生部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及时接种疫苗，确保按建议接种新冠疫苗和加强针。高风险人群应咨询医生是否需要额外的加强针。保持数字疫苗接种记录，以便出行和进入公共场所。二、在高风险环境中佩戴口罩。尽管大多数地区已取消口罩令，但在医院、养老院及拥挤的公共场所仍强烈建议佩戴合适的口罩，如 N95 或 KN95。口罩可以有效减少病毒通过空气传播的风险。三、保持社交距离，在公共场所尽量与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距离。如果出现轻微症状，即使不严重，也应避免参加大型聚会。四、注意手部卫生，经常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至少20秒。
无法洗手时，使用至少60%酒精含量的免洗洗手液。5. 改善室内通风，打开窗户，使用空气净化器，以减少空气中的病毒颗粒。工作场所和学校应考虑安装 HEPA 过滤器和改进通风系统。6. 遵守检测和隔离规定，如果出现症状，应尽快进行 PCR 或快速抗原检测 RAT。若检测呈阳性，应遵守当地隔离规定，通常建议居家隔离至少5天，或直至症状缓解。密切接触者应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并按要求进行检测。7. 保护弱势群体，养老院和医院应继续采取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亲属探望老年亲人时，应格外注意防护，如佩戴口罩和保持良好卫生习惯。8. 关注最新健康指南，澳大利亚政府定期发布新冠政策和健康建议，可在 health.gov 获取最新信息。雇主和学校应在疫情爆发时提供远程工作和在线学习选项。旅行与新冠防控规定，随着旅行限制的放宽，澳大利亚居民可以自由进行国内和国际旅行，但旅行者应注意不同国家的防疫政策。某些国家可能要求入境前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新冠检测阴性证明。前往高风险地区时，建议在拥挤的交通枢纽和公共场所佩戴口罩。返澳旅客如出现症状，应进行新冠检测，并根据需要进行隔离。澳大利亚新冠疫情的未来展望，尽管新冠病毒不再被列为国家紧急事件，卫生专家预测季节性疫情仍可能发生。随着疫情进入地方性流行阶段，病毒将在社会中持续传播，类似于流感。未来的重点将是管理疫情爆发，保护高风险人群，以及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快速应对未来的传染病威胁。结论：虽然新冠疫情不再像过去那样影响澳大利亚人的日常生活，但该病毒仍然对弱势群体构成威胁。通过接种疫苗、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和遵循健康指南，澳大利亚人可以有效减少传播风险，保护自己和他人。持续保持高度警惕，结合疫苗研发的稳步推进和公共卫生政策的不断优化与完善，将是未来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的关键策略。以上数据来源于以下权威澳洲政府网站 https://health.gov.au/3w.3w.cdc.gov.u/ 以及 https://3w.ebs.gov.u/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今日视频至此圆满结束。若您觉得内容有益或深感喜爱，恳请点赞与订阅，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行的最大动力。衷心感谢您的观看与厚爱。